欢迎大家又回到立泽国际偶戏艺术村。那在台湾呢，我们有非常深厚的布袋戏的传统。那布袋戏自从明末清初传到台湾以后，又发展出很多样不同的风貌，很多不同的风格。然后甚至于现在呢，也有与当代剧场手法来做结合。今天我们有特别来宾哦，我们要请到布袋戏达人柯世宏老师来为我们做介绍。我叫柯世宏，当厝内底大家拢叫我宏的。我自细汉就感觉，阮兜足特别的，因为阮规家伙啊，拢咧搬布袋。其实真快乐掌中剧团它就是一个家族剧团。那从我的阿嬷江慈美女士到我的爸爸，到我们第3代，我跟我弟弟，我们都在家中就是从事布袋戏的演出工作。那我们从小都被教育，就是反正如果你要从事布袋戏这个行业，就是要多看、多学、多听、多做。任何人都是你的师傅，那每个人都有他专精的部分。那其实一家人都在演布袋戏，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出门，一家人回来。那就是像我阿嬷说的，阿狗搬也快乐，看也快乐，大家拢快乐。所以我们这个剧团呢，就取了叫做真快乐掌中剧团。那以我第3代来讲的话，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演出的布袋戏的形式，那每个时期有不一样的演师，那在每个时期观众也不一样。所以说，以我跟我弟弟现在来讲的话，主要我们在家里还是扮演了传统传承的部分。对，那主要还是希望3代人可以将台湾的布袋戏各个不同时期的布袋戏的发展都有一些很明确的一种保存或者是演出。细汉时阵，阮无啥物无敌铁金刚，选布袋戏就亲像食饭同款的自然。那出国读书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要还是一些因缘际会啦，就是认识了无独有偶之后，那也受到无独有偶的照顾，从一个只会布袋戏的一位操偶师或者是一个年轻人，那渐渐呢认识了所谓的现代偶戏或当代戏剧，那也是一步一步呢慢慢累积自己的经验。那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的美国教授邀约我要不要去美国读书。所以说去美国之后，就学习了他们美国所谓的当代的一些表演的偶戏的演出制作。那对我来讲的话，任何的戏剧，不管是传统或现代，还是需要有观众的洗礼跟观众的参与，这个戏剧才会比较有办法成立，这个剧种才有办法绵延流长。所以说，就我们现在我跟我弟弟的表演方式，或者是说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以传统为基础。那在这个传统的基础概念之下，再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或者是新的态度，或者是新的面向。那我也会觉得，布袋戏已经发展了，在台湾已经发展了300-400年了。那观众在变，时代在变。那我也相信现代的观众对布袋戏的看法，可能跟20年前、50年前又不一样。那一个文化要如何继续保存下去？那我会觉得，表演者、观众、政府，那大家都要共同努力，那这个文化才有办法继续的绵延、延长下去。我觉得孟婆汤这个计划基本上还蛮巧合的，这好像是我跟佳音、美华、石佩玉，我们好像在高铁上，突然就是大家聊一下，我就说我想要做一出戏，我想做一个跟鬼有关的。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孟婆汤。那后来佳音她也很阿莎力，她就讲说好啊，那她要来当导演。对我来讲的话，我也很放心，就是跟佳音工作。因为我从美国回来，我一直在传统的这一个业界的部分，那佳音一直在现代偶戏的部分。那个时候我还一直记得，佳音一直觉得说，为什么布袋戏要有舞台啊？他会觉得这样子
就跟大家都一样啦，大家都有一个舞台，把所有东西都挡住，只是要看到布袋戏这样子。所以说也是因为嘉英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就会更觉得说，他来当导演应该会有不同的发展啊。但是在舞台上面来讲的话，我就会觉得没有舞台，刚开始还是会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可能在戏台久了，你都会觉得说啊，反正我后面3、7部也是这样子演，对不对？我后面脚开开也是这样子演，反正观众又看不到。但是你现在把所有的戏台都拆掉之后，你就发现说，你在后面所有的一举一动都会觉得说，哎呦，原来我们的肢体这么的难看，就像嘉英讲的。那我也会觉得说，当失去了舞台之后，我也曾经在想说，那我要如何让观众在空空的舞台上面的专注焦点是在偶上面跟我的声音上面？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部分。那也是因为这几天刚好我们在这次排戏的时候，玉行也有加入，那来带我们所谓的肢体的课程、身段的课程。那让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可以随着角色的情感跟走动，甚至在他的情绪的转换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摆出比较不难看的动作。那对我来讲，这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你要如何让观众可以专注在整个人跟偶的上面？我感觉搬布袋戏上趣味的就是会使看到观众的反应。如果当演出的时阵，看到观众感觉足惊讶的表情，安尼我会感觉迄足趣味的，嘛足有成就感的。我感觉布袋戏是插头铁的，不过会当做出喜、怒、哀、乐各种的表情，我感觉真趣味。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像世宏这样具有传统偶戏深厚底子这样的创作者呢，能够为我们创作出更多属于当代的一个作品。那立泽国际偶戏艺术村呢，也在这边广发英雄帖。如果你对偶戏的编创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跟我们提案，或许你的梦想就有可能成真哦。